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有这3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才能苦尽甘来，享受荣华。手是人的第2张脸，除了从面相上能看出这个人的运势好坏，我们从手上也能得到些许信息。有的特征为凶，有的特征为吉，手相中符号吉凶吉均有。其中口字纹、财库纹有这2个特征的人，做事坦荡而周密，不屑于在背后使用小手段，在各个领域都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前辈。虽然早年打拼不出什么名声，好在好为人师，以后能受人感恩，福泽绵延。第一，从手相学上来说，手厚的人命硬，手掌越厚，这说明这个人的底气越足。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做事踏实。所以说，一个人的手掌又厚，而且有肉，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日进斗金不是问题。但是不是每个会赚钱的人都能存得住钱，就要看手指部位，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间隙大，则是漏财的象征，即使能赚大钱，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连累子女家人。第二，掌心凹陷的人善聚财，福禄寿3宫凸起，则是聚宝盆的化身。玉柱纹清晰且直奔中指根部，若其中出现断纹，则说明事业有变，能续得上就是有大运，如果续不上，则老来孤苦无依。其间如有凸折，则说明需要破财消灾，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后期发力，大富大贵。第三，小指侧边有掌纹断，则此人多情不专，婚姻得不到延续。相反，感情线一顺到底，说明此人重情重义，事业稳定，有恒心有毅力，是能做出大成就的人。配合大拇指第1指节处，光滑平坦者旺家一子，老来享福，高枕无忧。第四，颈纹在食指下方，越整齐越好，一生钱财不断，衣食不愁。歪斜者心术不正，即使靠着小聪明突发小财，也持久不了。有痕穿破者身体堪忧，虽以财生财，但是功利心过重，一昧追逐利益，会丢失本心，以至于家庭不和，父母难安，子女不孝。且颈纹不可下坠，如入手掌，本心一失，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最好的位置未碰指根，也不入3线，虽好事多磨，50岁以后必然苦尽甘来。第五，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6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家，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二，15种吉祥手相纹合集，看你有没有。一个人的运气好，他的气色就好，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同样的，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此可见，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第一，
好手纹：一、类似米形的手纹，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标志着幸福吉祥。二、强劲有力、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根据手纹的定义，这是好的手纹。三、X 形的手纹叫做十字纹，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四、颜色不浑浊、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第二，坏手纹：一、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根据手的解释，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二、在手纹线当中，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三、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四、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一、财富线直而长。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所以说财富线直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二、手指没有间隙。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当然，如果你没有间隙，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很吉祥。三、断掌纹的手相。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财运都是非常好的，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四、手掌红润厚实。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手掌厚实、软软的，肤色也很红润的，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而且是平安吉祥。五、有不动产手纹。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比如房屋、土地等等，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六、钱财纹特别多。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七、手中有直觉线。手中有直觉线的是一个特别有投资意识，还特别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知道如何准确抓住商机，因此富有而且吉祥。八、手中财库很多。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就是所谓的财库。所以手中财库越多，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九、太阳丘很丰隆。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会有花不完的钱，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十、中指很长。其实你们别小看一个人的中指，如果说一个人的中指非常的长，那么说明这个人这生一定会是很富足，生活无忧无虑，而是我报非常吉祥的。11、夫子眼。手相中。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次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12、井字纹。手相中，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13、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
会受很多苦，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并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加薪，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14. 长红如血色的人命好，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一生荣华富贵。不过要注意，只有整体长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如果只是部分长色如此，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如果你长红如血色，但是命却并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15. 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好似竹笋，整体修长，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中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从小富贵双全，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一生富贵双全。好了，讲郭台铭手相大揭秘，探秘亿万富翁手相学奥秘。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此话有失偏颇，纵观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或者富豪权贵，差不多都有一张非富即贵的手相。富士康红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的手相也不同凡响。下边先分析一下权贵富豪们的手相有什么异象，后边再从手相上分析一下台湾首富郭台铭的手相有何富贵之处。1. 马云 M 字纹。马云的手相之 M 字纹的说法，从很多影视新闻里，我们惊人的发现，如马云、郭台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拥有同样的一个手相，那就是 M 字纹手相。它是由一根南北贯穿的事业线和其他3根先天线、爱情线、智慧线、生命线交叉组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就是创业能手，想法独特，颇有远见。如果你能选择做生意，那么你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发展。M 字纹的手相好吗？其实从马云就可以看出来，这手相很好。M 字掌纹的人还是一个有着贵人相助的人，他们的身边一直都是会有一些贵人围绕的，主要就是自己的朋友了。不过这种手相的人，在自己年轻时候的运势可能不太好，在事业或者是在创业的道路上面有着不小的阻碍，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种手相的人往往能够在自己40岁左右的时候收获名利和财富，因此 M 字纹手相是可以让我们成为有钱人的。说完了财运方面，下面就是说感情方面上的。如果是结婚线与感情线相交所形成的 M 字纹，注定婚姻不顺，会有二婚的可能性，并且智慧线与感情线相交，会加剧婚姻运势的不顺。这样的人在感情上会波折起伏，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坎坷，就算是这样，两人也很难走到一起。但是到了婚后，自己一样不懂得如何去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紧张，难以维持，最后可能有离婚风险。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要注意情感方面的问题。2. 李嘉诚六绣纹。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李嘉诚手上有清晰的成功线，所以这种人天生的富贵命格，而且成功线又深又直，在事业上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尽管白手起家，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终究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
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首相又称为鹿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3. 马化腾，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中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中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4. 郭台铭，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字纹我们已经在马云那部分说过了，现在主要来说说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的情况。元宝纹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元宝图形。不论男女拥有此纹，一生钱财不断，衣食无忧。太阳线又称为成功线，无名指根部延伸的上升线，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不管从商还是从官的人士，手中出现太阳线，是人生运势成功的标志。5. 郭台铭，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女人富贵手相。说完男富豪的手相之后，我们接着来看看女富豪的手相有哪些。1. 财运线身。财运线是指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而这一线条的深度和力度可以反映一个女性的聪明才智和能力。当财运线深且有力时，通常意味着这类女性具有卓越的智商和实力，她们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干，在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不论是来自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她们都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些女性不仅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而且在投资方面也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她们善于分析市场，准确把握投资机会，每一次的决策都能够精准地把控热门领域。由于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决策能力，最终必然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的财富如盆满钵一般丰厚。这种深刻的财运线不仅仅是一种体相特征，更是一种象征，展示了这些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卓越表现和成功事业的背后所蕴含的智慧和实力。2.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他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他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3. 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4.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6. 掌厚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好了，中杂文测命运吉凶。上期节目呢，小酱汁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种比较特殊的纹路。有很多朋友跟小编说自己没有三角纹和星纹，但是有其他的杂纹，比如说山纹、格子纹、方形纹、米字纹等等。这些在手掌中又有什么含义呢？小酱汁今天就来告诉大家。1. 侧纹。所谓侧纹呢，是在手指或者手掌中出现多条纵纹。通常情况下呢，假如纹路清晰分明，大都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预示。1.
侧纹位于拇指，假如在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出现侧纹，被称为财富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财富越多，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的忙碌，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的辛苦。2. 侧纹位于食指，侧纹位于食指上的人机灵聪明，能力出众，在青年时期呢就可以崭露头角，获得不错的成绩。假如侧纹位于食指根部木星丘，则被称为小人纹，代表其人会因能力出众、自信强势而得罪人，招来别人的记恨，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作很多麻烦。侧纹的数量越多，越容易招小人。3. 侧纹位于中指上，中指上出现侧纹，表示其人适合在土木、房地产或者建筑领域发展，会取得很大成就，并赚取很多财富。4. 侧纹位于无名指，无名指上出现侧纹，性格洒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受约束，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5. 侧纹位于小指上，小指上出现侧纹的人同样不喜束缚，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加突出成绩。假如侧纹位于小指根部水星丘，被称为财运线，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很容易大富大贵。侧纹数量越多，财运也就越旺。6. 侧纹位于金星丘，假如金星丘上出现侧纹，表示其人精力充沛，协调能力强，气质出众，在艺术方面呢有很特殊的才能，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2. 格子纹，所谓格子纹，就是在手掌中出现一些交叉的细纹，很像一个个小的格子。当人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手掌中呢便很容易出现这种杂纹。当然，格子纹在手掌的不同部位出现时，其寓意各异，吉凶也各有不同。1. 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时，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其人很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假如智慧线长而下垂则月丘，则表示其人头脑灵活，善于分析，口才好，会取得一定的成就。2. 格子纹出现在土星丘，土星丘出现格子纹时，表示其人喜欢思考，性格较为内向，有主见，但要面子，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3. 格子纹出现在太阳丘，太阳丘出现格子纹时，其人喜欢表现自我，有魄力，有野心，经济直觉敏锐，又很有赚钱头脑，很多富商都有此种手相。4. 格子纹出现在水星丘，水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其人头脑聪明，机智灵活，财运较好。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纹，则表示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一旦走入婚姻，格子纹会逐渐消失。5. 格子纹出现在月丘，月丘上出现格子纹时，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妄想症倾向。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丘时，这种倾向会更加的明显。6. 格子纹出现在金星丘，金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假如格子纹布满整个金星丘，表示其人思虑过多，劳神操心事不断。7. 格子纹出现在大拇指，格子纹出现在拇指第2节处，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取很多财富，但同时呢也非常的劳碌和辛苦。8. 格子纹出现在食指，在食指第3指节腹处出现明显的格子纹，表示其人财运旺盛，赚钱比较容易，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都会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9. 格子纹出现在中指，在中指的第3个指节处出现格子纹时，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钱财只进不出，属于因为吝啬而致富的类型。3. 方形纹，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呢，方形纹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可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当人的手掌出现方形纹时，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当然，在不同的部位出现，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1. 方形纹出现在木星丘，保护权柄，增加野心，能够逢凶化吉。2. 方形纹出现在土星丘，可免风险，能够逢凶化吉。假如方形纹的脚边出现红斑点，则表示能够躲过火灾。3. 方形纹出现在太阳丘，表示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灾难厄运，减少事业上名誉受损。4.
方形纹出现在水星丘，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所导致的危险。5. 方形纹出现在月球，表示可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避免水灾。6. 方形纹出现在第一火星丘，可化解危险，避免刀枪伤害。7. 方形纹出现在第二火星丘，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8. 方形纹出现在金星丘，唯独此处出现方形纹是一种凶兆，预示其人已英年早逝。9. 在掌心出现方形纹，掌中出现方形纹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做人坦荡荡，做事单纯，不会在背后施小手段，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此外呢，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其人聚财能力很强，非常善于理财，花钱也很节省，绝对不会盲目乱投资，通常都很有钱。而且结婚以后呢，财运会更好。10. 感情线上有方形纹，感情线上出现方形纹是一种不吉的信息，其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有自毁之倾向。假如感情线处断裂，在断口处有方形纹框住，则预示将有感情危机出现，也无大碍，最终都能够化解。11. 事业线上有方形纹，事业线有4方形纹依附在此旁，表示此人的事业或者命运获得意外的助力，有惊无险。12. 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的人命大，能够绝地逢生，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若生命线断开，但被方形纹框住，代表其人可以逢凶化吉。假如方形纹依附在生命线旁边，或者与生命线没有接触，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或者久病住院。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纹，表示其人可能动过外科手术。13. 太阳线上有方形纹，若太阳线成功线上有方形纹保护纹，代表其人做事情比较顺利，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4. 字形纹，有时在人的手掌中呢，会出现一些字形的纹路，如王、女、吕、口、米字等。这些字形纹假如清晰端正的话，通常都是一种吉祥的表现。1. 品字纹，位于食指下方，代表其人有官运，也有成为巨富的潜力。位于中指下方，其人可官至3至5品，适合搞政治，城府很深。位于无名指下方，表示其人家境非常好，生活富裕，非比寻常。2. 履字纹，手掌中有履字纹出现，代表其人命有实权，或者靠语言吃饭，适合搞政治。履字纹位于食指下方，其人会有不错的官运，可往仕途发展。3. 口字纹，掌中出现大的口字纹时，表示其人可因权而得财。如为不规则的口字纹，一生有偏官复职。如有未封口的口字纹，其人容易漏财。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的口字纹，代表其人适合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凭借口才赚钱的行业，并能因此而发财。4. 王字纹，手掌中出现王字纹，特别是位于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时，代表其人能力超群，绝非池中之物，是属于领袖型的人物，不可多得的人才。5. 文字纹，古书云，手掌有文象字，能知天文奇事。手掌中出现文字纹，特别是位于中指或者无名指下方，代表其人头脑聪明，智慧非凡，能够在学术领域方面有突出的成就。6. 女字纹，手掌中出现女字纹时，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女人缘，会因女人而得财。女字纹位于小指下方时，代表其人可以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配偶。中指下有女字纹，主得女人财，位于掌心，为富贵之人，因女人而富。7. 田字纹，田字纹位于掌心的人，财运很好，适合在商业、房地产等方面发展事业，特别是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很有可能成为巨富。8. 米字纹，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假如在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或者掌心上出现的，均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偏财运，容易获得横财、外财或者意外之财。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你手掌的纹路在其中吗？当然，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手纹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3分天命，7分人为，想要好运常伴，自然也少不了自身的努力。
好了，今天的分享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